那就是西方国家经常采用的极端手段。中国人遵循道德与信义，从来不对个人采用极端的制裁手段。但是中国不用，不代表着中国没有能力用。过去不用，不代表着将来不用。因为中国的仁慈换不来敌人的重视和敬畏。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今天呢，我们说一说中国如果是把手套摘了会发生什么。那就一定是反华分子痛彻心扉的时候到了。最近呢，英国的学者汤姆·富迪在俄罗斯的媒体上发布了一篇评论，标题很吸人眼球。注意，中国摘下手套，不再客气。主要内容是说中国不再容忍西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胡作非为，开始采取具体的措施来惩罚和打击反华政客、反华组织。在中世纪手套是西方骑士们的身份的象征。要是摘下手套扔在对方面前，那就是要动手打架了。汤姆·福迪说，西方是在故意制造一种两难的局面，逼迫中国在忍气吞声或动用武力之间做出选择。中国要是忍气吞声，西方就会得寸进尺；中国要是被迫向台湾动武，那就会失去与西方做斗争的主动权。问题的实质再清楚不过了。台湾问题是西方用来削弱中国、阻碍中国崛起和复兴的抓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根本上是不能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强国的。中国停留在东南亚国家这种状态，满足于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产业，随时可以通过金融风暴的手段来收割，这才符合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就算没有台湾问题，西方也会制造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中印领土南海新疆、西藏等等，来让中国陷入困境。所以美国将台湾牌打到了极致，过段时间就要强调一下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至于让大陆淡然出手，又不断的采取军售、协训窜访这些方式切中国主权的香肠。一方面对台湾强调要让他有能力自保，另一方面却从来不提供真正管用的进攻性的武器给台湾。美国就是要在中国的机体上保持一个不断流血的伤口，不让它坏死，也不让它愈合。还有比这更恶毒的吗？面对这些歹毒至极的西方国家，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采取不和你一般见识，或者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方式，都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对方并不是头脑简单、蛮不讲理的恶棍，而是处心积虑、深有谋略的要把中国和俄罗斯置于死地的恶狼。当然了，西方这种策略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有两个前提。首先是西方社会在制度文化上具有绝对的优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只能仰视和膜拜的。其次是中国没有能力对西方国家和那些死硬的反华分子发动直接的反击，只能对近在咫尺的台湾动用武力。长期以来，因为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生产力或财富上的优势，我们一直认为西方的体制和制度很优秀，所以在面对西方挑衅的时候，我们一般都采取非常谨慎的办法，以防守为主。然而自从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西方的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在很多时候，西方政客看起来咄咄逼人，并不是他站着道理，仅仅是因为他们掠夺诚信而已。对这样的政客，唯有坚决的反击和惩罚，才能够让他们学会说人话、干人事儿。中国除了直接动武收复台湾，我们还有没有更丰富多样、更简单有效的手段呢？俄罗斯在文化上不具备优势，在经济上也比较弱小，所以俄罗斯的办法不多，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只能选择战争，比如说2次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以及夺取克里米亚等等。这种做法简单有效、畅快淋漓，但实际上是有后遗症的在对外关系上缺少周旋的空间。如果背后没有中国的话，俄罗斯的处境那要比现在艰难得多。中国呢，
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最重要的制造业国家和最具有潜力的市场，能够决定很多国家的吃饭问题，甚至包括一大部分欧洲国家。那么现在中国从经济上制裁和打击那些反华分子是有充分的威慑力的。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以他的身份和履历，完全可以去一个大公司做高管，拿优厚的薪水，但如今只能在某一个咨询公司当研究员，想拿高薪是没指望了。还有一种制裁手段，我想广大的网友都猜到了，那就是西方国家经常采用的极端手段。中国人遵循道德与信义，从来不对个人采用极端的制裁手段，但是中国不用，不代表着中国没有能力用，过去不用，不代表着将来不用，因为中国的仁慈换不来敌人的重视和敬畏。美国早就成了国家恐怖主义的代表，对对手国家和个人那是无所不用其极。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犯罪，这个道理谁都懂。我相信一旦中国彻底的摘下手套，那就一定是敌人痛彻心扉的时候到了。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